得太想到处吃，回归到街头美食系列。在这个炎热的天气下，特地骑大老远的车来到了凤山。一来是为了拍摄新开幕的高雄 Logo 店，二来就是顺道来这间荣获米其林指南的街头美食3人的店。其实这间已经开很久了，只是一直到现在才有机会来吃。这里的点餐方式是先入座再点餐，菜色的部分比较偏向一般传统小吃。来这之前有先参考一下网络的推荐，其实都是偏向烤类跟肉骨冬粉，所以这边也来尝尝这类型的餐点好了。那这个炎热的天气下，自然少不了来一瓶弹珠汽水。不过还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，要不然应该是还要再加点个黑轮、米血之类的。但这样点一点也要近200元就是了。想要把网络推荐的餐点都尝过的话，一餐400-500元可能跑不掉。所以各位观众有来品尝的话，还是选择自己喜欢吃的就好。不过这边主食以冬粉为主，当正餐吃很快就饿了吧？这真的是满满的传统小吃感。由于已经点了肉骨冬粉，所以就没点经典猪血汤了。烤台的部分真的是放得满。不过我这里是单点一份香肠而已。香肠的部分以猪肉、五香粉与高粱灌制而成。等等就可以来品尝味道了。不过关东煮的品项就没有那么多了，就是简单的基本盘，像是黑轮、菜头、米血等等。如果只是单纯要来吃个下午点心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清汤的部分就是自取为主，那这边就请各位观众自行体验了。店内的环境还可以，也算得上干净明亮。虽然有装冷气，但在半开放空间里，真的有跟没有一样。店家礼拜日公休，可别白跑一趟了。这边简单介绍一下店家的由来。创立于1961年，创办人最初以3轮车在街边贩售，现在转型成店面，依旧持续受到在地人的热爱。可能连创办人都没想到，如今这家店也入选米其林了。聊着聊着，餐点也终于上桌了，那就准备来品尝今天的美食吧。在这之前，要先来搞定这瓶弹珠汽水。以前喝这个都是老板开好送过来，现在自己开还手忙脚乱了一下。不过弹珠汽水用塑胶瓶，感觉就少了一味。那在品尝美食之前，先来聊聊米其林是什么吧。通常讲到米其林，第一个念头可能就是轮胎品牌。那这里米其林指南的由来，却要从1889年开始说起。最初目的其实是为了鼓励驾驶者多多旅行。由法国中部城市的一对兄弟，安德烈·米其林和爱德华·米其林，创立了同名轮胎公司。起初是为了帮助开车的人规划旅程，也希望借此提高汽车销量和轮胎采购率。于是便开始制作一本小册子，收录很多旅行的资讯，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一本指南。后来慢慢转型成如今的星级认证等评鉴内容。那另一个评比标准则是必比登推荐。这个推荐名称的由来为米其林宝宝必比登的名字。评选的标准是物有所值的美食，在一定的价格内可以吃到3道物有所值的美食。美国定下的价格是40美金，东京是5000日元，台北则是1000新台币。那各位观众，这样有稍微了解2种评价的差别吗？那当中最特别的评选条件就是这个，评选的标准不会因为餐厅装潢而改变选择，只针对于餐盘中食物的品质与美味。所以就像是这种外表不起眼的店家，也是可以依靠美味的餐点来入选米其林指南。而米其林指南通常只以简短的文字发表对餐厅的评价，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就是星级来表示，也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米其林星级餐厅。获得1星代表烹调优质，经过时可以一试；获得2星意味在厨艺上获得出色肯定，饕客可为此绕道前往；获得3星则是最高荣誉，说明料理出类拔萃，鼓励大家专程造访。那对于还未到星级但极具潜力的店，则是餐盘标志。审核的标准有分为5大项，
：1、食材品质；2、对味道与烹调技巧的驾驭能力；3、味道的融合；4、料理中展现的个性；5、餐饮水准的一致性。所以在这种种条件下，能脱颖而出的店家，也是有一定的公信力。那前面介绍了那么多有关米其林指南的资料，其实在台湾也是入选许多相关的店家。台湾米其林指南通常在每年的8月公布，可以让许多饕客来去探访。那这边也差不多该回到正题了。真人的店荣获到这样的美食肯定，对高雄人来讲也是与有荣焉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高雄入选的店家其实也不少。之前太想到处吃的影片，也有拍摄到这些店家。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到频道内来参考看看。其实对我来讲，这些味道就是从小吃到大的而已，可能会感受不出来，这对别人来讲是怎么样的美味吧。那这边也开始讲今天的用餐感受。今天吃的肉骨冬粉是网上一致好评的餐点，据说是不早点来买就会买不到的品项，所以我真的就开店没多久就来了。那比较令我惊讶的是，虽然号称是肉骨，但整碗冬粉吃完并没有什么骨头，跟想象中那种要拿起猪大骨整根咬的画面完全不同，吃起来的非常舒服。后来查了一下，原来是用温体猪头骨来熬煮，细心的再将软嫩的肉骨肉分离，才做出这碗好吃又美味的肉骨冬粉。那对我来讲，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冬粉的 Q 感不足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冬粉中间还有一点硬硬的口感，不知道能不能客制化，请店家冬粉不要煮太久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就是真的非常不错。那香肠的部分，我个人是觉得还可以，虽然是猪肉、五香粉与高粱灌制而成，但酒味很淡。如果是搭配蒜头一起吃，可能会感受不到高粱的香味。那整体的口感跟味道也还不错，算是可以点餐时加点个一条来尝鲜的餐点。蒜头的部分倒是可以切半，要不然5块香肠配2块蒜头怎么分？那这边也要提醒各位观众，由于是半开放的空间，其实很容易吃得满头大汗，尤其是配上有热汤的餐点。偏偏这汽水不够冰凉，喝起来会有一点空虚。是我太久没喝这种汽水了吗？以前都是去旗津的海边摊贩才买得到，而且都是玻璃瓶装，现在改成塑胶瓶装，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，感觉这汽水味道就少了份滋味。不知道各位观众喝起来也会有一样的感觉吗？欢迎到底下留言分享。那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用餐感受，餐点、用餐环境都还可以，那离大众运输有点距离，对想要专程来吃的民众会有点不便而已，算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吧。那这次的美食影片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